大家好，我们把陈文清和新加坡前第一夫人何晶的派系放在一起说一下。陈文清和何晶的共同点是什么呢？陈文清之前是中国国安部的部长，国安部和统战部都是负责海外特务的工作啊。何晶有很明显的亲共的背景，这都属于白区党啊，起码是广义的白区党。我们分析一下何晶跳船是不是因为要向新的总书记纳投名状啊？我们看看这名网友的观点啊。他说陈文清在当地一直都认为是胡锦涛提拔的，陈文清参与了西藏平乱，被提拔的时候分别的是时任的乐山市委书记郭金龙、驻军149师师长桂全志、乐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陈文清，仅供参考啊。这名网友回复，陈文清2006年到2012年都在福建当省委书记，2012年11月席包子上台就当上了纪委副书记，然后在国安部和政法委工作。这种管10年刀把子的人，怎么看也不像是胡锦涛的人吧？这名网友回复，陈文清没有当过福建省委书记。这名网友回复，百度一下就知道，这不难啊。我的回复是，陈文清的确没有当过福建省委书记啊，是福建省委副书记。这名网友说的是书记啊，不要纠结这些细节啊。退回到1980年代，当时的省委书记就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当时是有第一书记的。就我这么个小频道，影响力也有限呢，还要过来干扰我的判断，把我带沟里，有意思吗？我这是恶意揣测这名网友的留言的意图啊。我的确是没有分析过陈文清这个人的派系背景啊，应该分析。如果纯粹是业务探讨呢，这个问题问的也没有毛病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准确的说，因为陈文清和郭金龙在四川省乐山市有交集，这是一个事实。郭金龙又确认是胡锦涛的人，桂全志也是胡锦涛的人啊。郭金龙在西藏的大秘就是胡春华，郭金龙在四川是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提拔的。杨汝岱是唯一敢去吊唁赵子阳的副国级呀，网上还真有这样的消息呀，说陈文清是杨汝岱的女婿，这明显就是共匪释放的假消息啊。陈文清的老婆叫做王春梅，又不姓杨啊。当然了，可以继续编故事，说陈文清的老婆王春梅是跟着杨汝岱的老婆姓的，再一查，结果杨汝岱的老婆也不姓王，他们天天就瞎编，就没谱了。我们看看四川省委书记啊，杨汝岱是赵子阳的马仔，胡锦涛继承了赵子阳的人事班底啊，尤其是赵子阳的头号马仔田纪云的班底啊，赵家天下田家党啊。赵子阳他是总书记，就在我们这12个人的名单里面呢。赵子阳和杨汝岱中间的这个省委书记谭启龙，我不确定啊，很可能是陈云的马仔细包子派系的。杨汝岱1983年到1993年担任了长达10年的四川省委书记啊，那不是省委书记，那就是省长呗，要么这是省委副书记。杨锡宗啊，很可能是
陈云细胞子派系的，我不太确定啊，根儿就坏在这里啊。后面的肖央、张忠伟确定是细胞子派系的。陈文清如果是细胞子的人，那必须就是之前四川有陈云细胞子派系的人才能提拔陈文清啊。陈文清的级别不够啊，他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距离权力的核心总书记、总理这个级别还差着好远呢。但是陈文清在20大这个叙事里面呢，20大之前，江泽民、胡锦涛试图控制北京，82军军长傅先学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傅文化是江泽民的人啊。北京卫戍区政委张凡迪和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齐运彪是胡锦涛的人。我先说的这个傅文化是江泽民的人，之后傅文化升任的武警副司令。傅文化、傅先学都是江泽民的16军、76军出来的，徐才厚、范长龙都是那个军的。正是陈文清调了一支安全部队包围了20大会场。如果陈文清是胡锦涛的人，那么这种说法就不成立啊。再说了，这陈文清为什么就能力压王小洪担任政法委书记呢？这名网友回复的，陈文清在细胞子担任总书记期间掌握刀把子，因此不太可能是胡锦涛的人啊。这种说法逻辑上完全正确，但即便是逻辑正确，在事实面前也未必站得住脚啊。李克强是北大法律系的，胡春华是中文系的，就未必就是一定就互相认识呢。但事实是，他们两个人在北大就已经认识了。内蒙古倒查20年，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证明至少不是完全针对胡春华的呀。宋亮就是细胞子的马仔，这就足够了。爱因斯坦不是说了吗？要证明相对论是错误的，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以了。1990年6月到1992年12月，30岁的陈文清担任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的乐山市委书记是杨家全，后来是郭金龙，乐山市长是于国华。1992年12月到1994年8月，32岁的陈文清担任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局长。当时的乐山市委书记是陈德裕，乐山市长是刘运生啊。首先呢，郭金龙和陈文清的时间线对不上啊，就是陈文清提拔乐山市公安局局长的时候，刚好是郭金龙离开之后的第2个月。为什么郭金龙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不提拔陈文清呢？如果非要说是郭金龙提拔的呢，因为刚刚离开1个月，也勉强说得通啊。而且陈文清提拔公安局副局长的时间线也是怪怪的呀，刚好是郭金龙提拔市委书记的当月，那具体还要看日期，就1990年6月几日啊，这个日期很难知道吧。我们先看一下郭金龙的时间线啊，1987年到1990年担任中共乐山市委副书记。1990年6月到1992年12月，郭金龙担任中共乐山市委书记。1992年10月到1993年，郭金龙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委副书记。1993年12月，郭金龙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啊。郭金龙是1987年到1992年在乐山市，也就是说和陈文清
有长达5年的交集呀。我们看一下陈文清和郭金龙的时间线对比呀。陈文清是1984年到1994年在乐山市10年呢，郭金龙是1987年到1992年在乐山市5年。陈文清呢是1994年到2006年在四川省13年。郭金龙是1992年、1993年在四川省啊。郭金龙早早的离开了四川省，去了西藏。在郭金龙离开四川省之后呢，陈文清继续在四川省工作了13年。他们有13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对不上啊。就算陈文清是胡锦涛的人，那必须有另外的人来提拔陈文清啊，他肯定不是郭金龙。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张同，张同是前四川省长张忠伟的儿子。张同呢担任乐山市长长达8年。张忠伟为什么要把他的儿子安排在乐山市呢？张忠伟就是细胞子派系的呀，而且张忠伟的时间线和陈文清吻合。张忠伟长期担任陈文清的上级呀。1994年到2006年，陈文清担任四川省国家安全厅的副厅长、厅长，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等职务啊。1993年到2007年，张忠伟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副书记、省长等职务啊。可以说陈文清和张忠伟的时间线是完美的吻合呀。我们找一个人的派系呢，就是反查字典呢，就拿着英汉字典，你要查英语的汉语意思那很容易，但是要用英汉字典去查一个汉语的英文意思，那就难度太大了，大海捞针呐。陈文清这么多的人物关系，20-30个人物关系啊，就当时市委书记、市长这么多，到底是谁提拔的陈文清啊？我们自己去找那就太麻烦了。你让胡锦涛把陈文清的关系人抓一个，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呀。我们就看胡锦涛他抓谁，就知道谁是细胞子的人啊。胡锦涛抓谁了呀？他抓了罗增斌和李刚。四川省长张忠伟提拔的李春城担任泸州市委书记。李春城担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提拔的李刚担任温江区委书记啊。张忠伟和李刚都有温江的背景啊。好像还有个人留言跟我说这个不靠谱。1985年的四川省长杨锡宗也有温江的背景啊。张忠伟、李刚、杨锡宗3个人都有温江的背景，能是巧合吗？张忠伟的儿子张同和李刚的大秘徐志文先后在广安市工作过，相隔的时间很近呐。罗增斌也在广安市工作过呀，罗增斌就给抓了。李春城和彭丽媛的白手套江艳红2024年开发的王府77呀，就解答李春城他不是周永康的人的这把钥匙，就是刚刚双开的李刚啊。就胡锦涛不把李刚给抓了，我们自己去找李刚，那就费劲了。就一开始啊，我被这边网友给带沟里去了，试图找陈文清是胡锦涛的人的证据啊。陈文清真的和贺国强有合影啊。陈文清当时是福建省委的纪委书记，贺国强是中纪委书记啊。贺国强他还担任过福建省长。
那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派系的呢？但是呢，福建省出过3个政治局常委，除了贺国强，还有细包子和贾庆林啊。那么陈文清他和贾庆林是什么关系呢？陈文清他在四川怎么就能认识贾庆林的呢？因为陈文清他就是朱镕基和贾庆林提拔的呀。1998年1月，34岁的陈文清晋升为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厅长，授1级警监警衔，同时兼任四川省政府副秘书长。既然陈文清是四川省政府的副秘书长，那么陈文清他是给哪个四川省副省长当大秘的呢？资料都被陈文清给删掉了，因为陈文清是国安部长、特务头子呀。我们看看当时的副省长都有谁呀？当时的公安厅长他不像现在啊，都是副省长啊。我们找一个人啊，杨崇慧，贾庆林的大秘。当时呢，杨崇慧担任四川省的副省长，民族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啊。民族工作委员会就顾名思义，就是这名网友说的啊，镇压西藏人。那四川的民族工作委员会就是管西藏人的，和西藏挨着嘛。陈文清是国家安全厅的厅长啊，给民工委书记当大秘啊，刚好业务对口啊。2010年6月20日，贾庆林在福建考察，陪同贾庆林的有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副秘书长杨崇慧，这里还有王毅呀，所以王毅有可能是细胞子人，我不太确定啊。陈文清也在这里，所以陈文清为什么去福建啊？就是贾庆林安排的呀。细胞子就是贾庆林提拔的，陈文清呢是贾庆林的秘书，杨崇慧提拔的。之前我就说过，陈文清是徐永月提拔的呀，都是国安部长。这耿会昌是混涛的人啊。那么陈文清他怎么认识徐永月的呢？这中间不就是有一个杨崇慧吗？杨崇慧是云南政协主席呀，金仁庆就是云南的。金仁庆和徐永月共用一个情夫李威呀。我给大家把关系捋一下啊。陈云的秘书是徐永月，陈云提拔的朱镕基，陈云提拔的四川省长杨锡宗，陈云提拔的贾庆林啊。陈云就是这么牛啊，他就是教父啊。杨锡宗、张忠伟、李刚都是温江人或者是温江的官员啊。杨锡宗提拔的杨崇慧，杨崇慧提拔的陈文清，朱镕基提拔的金仁庆，金仁庆和徐永月共用一个情妇李威。贾庆林安排陈文清去福建的，贾庆林提拔的细胞子。这陈文清还有很多的底细，今天先不说了呀。金仁庆走了，徐永月还在啊。陈文清也软着陆了，去了中国法学会。为什么呢？陈文清是国安部长、特务头子，控制着海外的特务啊，单线联系，手上有筹码呀。我们看看何晶是怎么骂细胞子的呀。中美关税战之际，细胞子在东南亚积极推动外交魅力攻势之际，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夫人何晶在脸书上转发一篇评论文章，该评论对细胞子毫不留情，标题直指如果细胞子过去12年没有像个黑帮老大一样行事，中国今天在世界上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批评细胞子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强硬与
掠夺式手段，如今却试图拉拢过去受其压制的邻国。新加坡前总理夫人何晶在脸书转发新加坡评论平台的文章，该文章以如果细包子过去12年没有像个黑社会老大一样行事，中国今天在世界上会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为题。内容指出，细包子目前在东南亚展开的魅力攻势真是一场滑稽的闹剧，说明中国目前的形势必定有多么糟糕，以至于这位所谓的皇帝本人竟然还要恳求10年来一直被他无耻掠夺的邻国合作。评论表示，想象一下，细包子谈抵制对抗和保护主义，正是这个人将九段线强加于东协国家，违反国际法，宣称南海大部分地区为北京所有，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建造中国军事设施啊，都是细包子弟弟徐远平承包的呀，给自个儿家挣钱呢，并利用海警骚扰其他国家的船只。现在细包子敢于站出来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努力，让我们抵制对抗。文章表示，细包子12年来一直表现得像个黑手党老大，中国的维托克里昂让每个人都无法拒绝他的提议啊，这有点吹捧细包子，细包子连教父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现在他又希望把他当成朋友和伙伴吗？我们只谈论东协，中国经常受质疑的一带一路投资，所谓的债务陷阱，或者试图以倾销价格向其他国家转移制造产能，目的是用廉价商品淹没这些国家，导致其国内产业崩溃，这些都对中国在其他方面没有帮助。文章还认为，川普已经表示有意与所有国家达成协议，而且一旦协议生效，美国通常被认为会遵守这些协议，而中国则不然，他不以公平对待其伙伴而闻名啊。何晶是新加坡华人，前第一夫人，曾经担任淡马锡控股的执行董事，并兼任首席执行长，中国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啊，也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第2任妻子。过去他酷爱通过社群媒体发言，而且经常引发争议啊。就这一个清华大学顾问委员会，就说明何晶是细包子派系的，起码和细包子派系的人走得很近呢。朱镕基和王岐山是清华顾问委员会的，都是细包子人啊。如果细包子大权在握，何晶肯定不敢这么说啊，很明显是跳船啊，向新的总书记纳投名状啊。李家的政治表态啊，都是精心计算的。细包子不倒台，他也不会这么说呀。好的，谢谢大家。